白玉兰奖落下帷幕之后，《藏海传》成为了网友讨论度最高的作品之一。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拿下大奖，而是因为他获得了6项提名，却最终没有收获任何奖项。这样的结果让不少观众感到遗憾，也引发了关于肖战、关于《藏海传》、关于白玉兰奖评选标准的大量讨论。不过，如果认真回顾历届白玉兰奖的获奖历史，就会发现《藏海传》此次挂零，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现象，更不能简单理解为作品质量不够优秀。相反，它更像是某种长期存在的评奖规律再次出现。很多观众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当年的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。那一年，《知否》同样拥有极高的国民热度，不仅口碑稳定，收视成绩优秀，还获得了7项提名。然而最终，他也没有收获任何奖项。当时同样有很多观众觉得遗憾，但时间过去之后，人们逐渐发现，这样的结果并非偶然，而是古装题材在专业奖项中的共同处境。事实上，在白玉兰奖的发展过程中，现代现实题材、年代剧以及现实主义作品一直都是评委更容易关注的方向。而古装剧虽然拥有庞大的观众基础，却往往需要面对更加严格的评价标准。因此，《藏海传》此次6项提名却最终没有获奖，与其说是一种失败，不如说是再次印证了古装题材在专业奖项中的天然挑战。当然，也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。不少网友认为，《藏海传》的制作水平、演员表现以及整体完成度并不逊色于当年的《琅琊榜》。既然《琅琊榜》能够获得认可，为什么《藏海传》却没有？这个问题其实值得认真分析。《琅琊榜》之所以能够成为白玉兰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古装作品，并不仅仅因为它本身足够优秀，还因为它当时遇到了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。首先，《琅琊榜》在播出期间实现了口碑、热度和专业评价的全面统一。其次，当年的竞争格局也具有一定特殊性，再加上演员、作品以及行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，最终让它成为少数能够突破题材限制的古装剧之一。换句话说，《琅琊榜》的成功具有一定不可复制性。因此，把今天的《藏海传》直接与《琅琊榜》进行对比，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。如果把时间线继续拉长，其实会发现，近年来不少高热度古装剧都面临着类似情况。他们能够创造极高的话题度，拥有庞大的播放数据，也收获了观众的认可，却始终很难在专业奖项中占据优势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《藏海传》的经历其实更接近《知否》的轨迹，而不是《琅琊榜》的特殊案例。不过，这是否意味着《藏海传》的成绩因此被否定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一部电视剧的价值从来不仅仅依靠奖项来衡量。对于广大观众而言，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打动人心，是否能够留下令人难忘的人物和剧情，往往比奖杯更加重要。《藏海传》播出之后，无论是剧情节奏、人物塑造，还是整体制作，都引发了大量讨论。尤其肖战饰演的角色也成为许多观众关注的焦点。从角色成长到情绪表达，再到人物层次，不少观众认为这部作品让大家看到了他近年来演技上的进一步成长。对于演员来说，这种成长本身就是一种收获。事实上，娱乐圈里很多后来获得大奖的演员都经历过漫长的陪跑阶段。一次提名没有获奖，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机会。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，能够不断进入专业奖项提名名单本身就是一种认可，因为提名意味着作品已经进入评委视野，也意味着演员开始获得更多专业层面的关注。相比奖项本身，这种积累往往更加重要。因此，不少网友也表示，这次《藏海传》虽然没有获奖，
但能够一次获得6项提名，本身已经证明了作品具备相当高的竞争力。对于肖战而言，这或许也是职业发展的重要一步。这些年，大家可以明显看到，他一直尝试突破不同类型的角色，希望摆脱单一形象，不断挑战新的表演空间。无论是古装剧、现代剧，还是不同人物设定，他都在不断积累经验。对于演员来说，这种持续探索比一次奖项更加重要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人讨论另一种观点。有人认为，像肖战这样拥有超高人气的演员，参加大型颁奖典礼，本身就能够带来巨大的关注度。因此，有人猜测，白玉兰是否只是借助流量提高热度。面对这样的讨论，其实很难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。大型影视奖项本身需要专业性，同时也需要社会关注度。优秀演员、热门作品、高人气明星共同参与，能够吸引更多观众关注电视剧行业，本身也是影视生态的一部分。但最终奖项如何评选，仍然需要按照各自标准完成。因此，与其把所有结果都归结为某一种原因，不如理性看待不同因素共同存在的可能性。其实，回顾不少优秀演员的发展经历，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：很多人在真正站上领奖台之前，都经历过多年的积累。他们不断出演优秀作品，不断进入提名名单，不断提升行业认可度，最终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对于任何演员来说，这条道路都没有捷径。肖战如今所经历的一切，也许正是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部分。每一次优秀作品，每一次角色突破，每一次专业提名，都可能成为未来的重要积累。从长远来看，比起一次奖项，更重要的是持续拿出优秀作品。毕竟，观众最终记住的，永远都是那些真正留下经典角色的演员，而不是单纯拥有多少奖杯的人。对于《藏海传》来说，同样如此。他已经凭借自身热度和讨论度，在今年国产电视剧市场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无论最终是否获得奖项，他所创造的话题、影响力以及观众关注，都已经成为这部作品的一部分。未来，他是否会随着时间沉淀而获得更高评价，还有待观众继续检验。而对于肖战来说，这一次或许不是终点，而只是新的开始。演员的职业生涯本就是一场长跑，一次提名无法定义成功，一次失利也无法否定努力。真正能够决定未来的，始终还是下一部作品、下一个角色，以及持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或许正如不少观众所期待的那样，未来还会有更多机会等待着他，也会有更多优秀作品不断出现。那么，对于《藏海传》6项提名却最终没有获奖，你认为这是受到题材特点的影响，还是因为当届竞争确实更加激烈？你觉得未来古装剧还有机会再次在白玉兰奖上取得突破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，一起理性交流讨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开启通知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影视解析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